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单刀直入 FX。今天为大家介绍 STP 交易助手的第二部分，交易模块的主要功能。交易模块是建仓交易的核心部分，利用 STP 交易助手可以自动计算仓位，并在图表中直观地判断止盈和止损位置，同时适用于多种下单策略，包括短线和长线相结合。下单后可以解除盯盘的烦恼，使交易变得更轻松、更高效。在此点击进入交易模块的界面，可以看到左侧是交易面板，右侧是订单输入面板。这时延续了控制其他图表的功能，同时设定了滚动图表到最新位置的选项。首先，订单输入面板显示蓝色的默认数据。第一个是点数的单位，它是所有点数计算的基础。通常情况下，默认数值符合大多数交易品种的惯例，无需修改。当然，根据用户的习惯也可以进行修改，允许放大或缩小10倍或100倍。例如，我们可以缩小10倍，这样输入的数据会以红色显示，并且与点数相关的所有信息也会相应更新。点击这个按钮可以再恢复成默认数据。旁边这里显示实时点差的信息，下面这里是止损点数。在 FX 交易中，止损是防止爆仓和过度亏损的有效方法。利用 STP 交易助手下单时，必须考虑设置止损点数。止损点数的大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通常情况下，较大的止损点数适合做长线交易，而较小的止损点数适合短线。最小值应该大于点差的5倍或者5个点数。一般建议使用大于点差的10倍以上的止损点数。右边显示止损点数相对于实时点差的倍率，也可以直接输入数值。在此模式下，止损点数会与实时点差同步波动，仓位量也无法手动输入。一般情况下不建议使用此功能。我们在此再输入一个止损点数。下面是止损金额相对于账户余额的百分比。首先，我们需要确定每次投入多少本金进行交易。我们可以参考凯利公式的方法进行设置。然而，一般的投资者很难确定胜率和每次投资的获利比率，因此建议先从较小的比例开始，能够稳定盈利之后再逐渐增加比例。此处可输入的最大比例为 10%， 最小比例是最小手开仓时的计算比例。STP 交易助手提供了2种开仓模式，一种是设置止盈订单，另一种是不设置止盈。这里可以设置这2种订单的所占比例，你可以输入0到9之间的数字，其中0代表不开仓。例如，如果你设置的止盈为3，系统会自动计算出相应的仓位大小。同样，改变止损点数和投资比率，下单量也会自动计算。你也可以直接输入下单量，系统会自动更新下单比率。通常情况下，建议优先输入比率来自动计算仓位量。下面是设置止盈与止损点数的比率，修改后系统会自动计算止盈点数。同样的，这里也可以优先输入止盈点数，比率也会相应自动更新。接下来是动态止盈功能的设置。对于没有设置止盈或止盈点数过大的订单，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即订单开始时获利，但未能达到止盈点而反转并达到止损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可以使用动态止盈的功能。默认情况是开启，也可以选择关闭此项功能。旁边是优先使用下单时设定值的选项。下单时会记录点数与回撤比例等相关数据，一般情况下选择开启。如果关闭此项功能，则使用当前输入的数据。
右边是动态止盈时的回撤比例，也就是市场价格达到动态止盈点数后，在回撤一定的百分比时自动触发止盈，回撤比例默认设置为 90%， 较小的数值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也有可能由于价格波动的影响触发止盈而损失长线持有的获利机会。下面是触发动态止盈的点数，当市场价格达到这个获利点数之后，就会开启动态止盈功能。点数小有利于控制风险，但是不利于做长线交易。和止盈点数同样，这里可以按止损点数的比率输入，也可以直接输入点数。下面这个是打开移动设备交易辅助功能，稍后会有详细讲解。对于不同的交易品种设定的数值，即红色表示的数据，可以点击保存按钮，数据将会保存在本地电脑。这里是恢复为默认数据的按钮，点击后所有数据将恢复为默认值。这是读取按钮，如果有保存好的数据，可以正常读取，否则会显示错误提示。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交易面板。首先是交易品种名称，右边是货币对的种类，主要分为 Forex 外汇和 CFD 差价合约这两类。此外还有平台的交易条件， Full OK 表示无限制，特殊情况会出现 Close Only， 也就是只允许平仓而不允许建仓。灰色显示则表示当前不在交易时间内。这个按钮用于显示或隐藏输入面板，你也可以点击这里直接关闭面板。这个是显示账户和货币对详细信息的功能，具体内容请参考第一部分图表模式的解说。接下来我们先介绍与交易相关的内容，这是下单时允许滑点的数值，0表示不允许有滑点。为保证订单成功率，通常可以使用默认设置的一个点数。下面这里设置订单类型，默认选择市价单，还可以选择两种挂单形式。选择挂单时，可以输入与市场价格的点差，也可以直接输入价格。下面这个选项是下单时同时结算反向订单的功能，稍后我们会进行演示。到这里我们已经介绍完订单信息的输入方法，点击这里的按钮就可以进行买入或卖出操作。在下单之前，另外再介绍一项重要功能，点击这里可以显示买入或卖出的水平线。例如，如果打算买入，各个图表会显示买入、止损和止盈价格的水平线以及相应的点数。在不同的时间图表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检查止损和止盈的设置是否合理，还可以通过拖动止损和止盈水平线来调整输入点数。请注意，在拖动水平线时，各个图表的水平线和显示点数会同步更新，有利于做出判断。现在止盈点数会根据比率自动更新，也可以通过拖动止盈水平线来调整止盈点数。我们还可以通过拖动买入价格来改变订单类型，这样可以设置两种挂单的价格以及相应的点差。设定好所有订单数据后，我们需要最终确认仓位、止损和止盈点数、动态止盈点数和回撤率。确认数据无误后，可以点击买入按钮下单，然后会出现确认画面。选择确认后，订单将会执行。在各个图表上会显示绿色的订单价格线和红色的止盈止损价格线。这些线条是由 MT4 系统自动显示的，同时这里会显示由 STP 交易助手生成的点数信息，有订单的种类、盈亏点数和盈亏比例。新的订单会以深黄色背景突出显示30秒，和旧订单有所区分。当鼠标移动到点数上面时，会显示订单号、仓位大小、价格和订单注释等信息。订单注释也是由助手软件生成的，
记录了订单的止盈止损点数、资金比例、动态止盈点数等信息。在导航窗口里也可以确认刚才的订单信息。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每次都进行确认。这个按钮用于显示或隐藏订单点数，还包括买卖水平线的文字注释。上面这个按钮用于显示或隐藏订单水平线。这两项功能在几种模式下都基本相同。这个选项可以通过双击鼠标左键直接平仓，此时双击画面最大化和还原的功能将无效。在想要平仓的点数文字上双击鼠标左键，会弹出将要平仓的订单号和确认信息，点击确定将会平仓。这个功能主要考虑做超短交易时可能会用到。左面这个选项允许在不经确认的情况下直接下单。之前我们看到，在下单和双击平仓时会出现确认画面，点击取消则会取消操作。启用此功能后，再次点击开仓或双击平仓时，将无需确认直接执行，需要谨慎选择使用。下面这个选项用于下单时同时平仓相应的反向订单。默认情况下，只有盈亏点数在指定范围内的订单才会平仓。如果将范围设定为0到0，意味着平仓所有的反向订单。我们再演示一次卖出订单。我们看到相应的买入市价单都被平仓，而挂单则不受影响。现在考虑演示效果，我们使用模拟账户再任意做几个订单。我们看到各个图表的点数显示位置会自动进行整理。最后，我们来介绍移动设备交易辅助功能。如果你离开电脑，又想利用 STB 交易助手的设置来下单，可以启用此项功能。启用后，默认情况下会有30秒的时间设定，也就是使用手机下单后的30秒内，如果市场价格达到开仓价位，订单将会自动执行。在手机上使用最小的交易量下单，订单会根据预先设定好的仓位和止损止盈点数自动下单。此功能仅适用于市价单，如果是限价单，在订单被触发时也同样有效。如果已经选择下单时平仓反向订单的功能，当手机下单是最小手数的2倍时，则平仓功能也会被执行。需要注意的是，只有软件设置的交易量合计在最小交易量的3倍以上时，这些功能才有效。最后介绍这个交易面板缩小显示的功能，显示范围可以大幅缩小，也可以点击还原大小，用户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使用。另外，交易模式下切换到其他图表后，菜单不会自动扩大，需要手动设置。如果点击交易模式或订单修改模式时，会显示警告信息。为了避免操作混乱，一个 MT4 窗口只允许其中一个图表可以实行交易模式或订单修改模式，包括移动设备交易辅助模式、动态止盈模式、自动平仓模式，也只能在一个图表里实行。而其他关于图表显示的操作功能，在选择控制其他图表时，则同样有效。点击关闭按钮则会返回主菜单。这时，移动设备交易辅助模式以及动态止盈模式会继续刚才的选项。在这里也可以关闭这些功能，或者再次点击之后，又会进入交易模式，确认各项设定是否合适。以上是关于交易模块主要功能的介绍。开仓交易是外汇交易的基础，从仓位管理到止盈止损设置，再加上动态止盈和移动设备交易辅助功能，尤其是开仓水平线的显示与调节功能，让下单变得更轻松。下单后，你可以安心休息，无需长时间盯盘，
还可以将短线交易转变为动态止盈的长期持有，从而大幅提高收益。建议初次使用时采用较小的止损比例，例如 0.1% 开始，先熟悉软件的使用方法，能够稳定获利之后，再逐渐增加投资比例。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追加的功能，请在评论区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点赞和转发。请继续观看其他部分的详细解说。关于软件的购买方式，请参考下方链接。谢谢大家的支持。